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视频。今天我们要讲的不是一段热闹的生活记录，也不是一则乡村故事，而是一个有关思念的话题。你是否还记得那个沉默寡言，总是笑着背着小菲儿的老人？他就是菲利斯塔在中国的公公，一个质朴、勤劳、听不见声音却能感受到爱的聋哑老人。如今，菲利斯塔和小菲儿已经离开了中国，回到了非洲。而在那个熟悉的村庄里，那个曾经背着孙女与儿媳用手语交流的老人，是否也在某个黄昏，静静地站在院子边，想着那两个曾经天天陪伴他的身影？回想那段日子，公公和菲利斯塔的相处，像是一段跨越语言和文化的亲情桥梁。公公是个聋哑人，不会说话，也听不到外界的声音。很多人以为这样的沟通是困难的，但菲利斯塔从未把这当成隔阂。他主动学手语，与公公交流，告诉他饭煮好了，菜种下去了，孩子睡着了。他们用眼神、手势，甚至一个微笑，就能传达彼此的情感。村里人都说，这外国媳妇比本地人还亲。他们一起下地干活，菲利斯塔挥着锄头，公公在旁边除草。有时他会悄悄把地里的黄瓜摘下来，递给正在干活的菲利斯塔。有时他会把做好的热汤端出来，给公公盛上一碗热腾腾的家常菜。但最让人记忆深刻的是他们共同照顾小菲儿的场景。每天早上，公公总会准时出现在门口，背上小菲儿，一边晒太阳，一边在院子里慢慢踱步。虽然他听不到孩子的声音，但他能感受到他的笑，他的手舞足蹈，他轻轻靠在他肩头的温度。那是一种无声却有重量的幸福。后来，菲利斯塔离开了中国，带着菲儿回到了遥远的非洲。那天送别的时候，公公没说话，他从来都不说话，但他把菲儿抱了很久，久久不肯松手。他用手比划着再见，但眼角泛红。他可能不会用声音表达情绪，但那双眼睛里写满了不舍。从那天开始，公公的生活变得格外安静。以前，他一大早会去推开菲利斯塔家的门，看看儿媳有没有起床，孙女有没有醒。中午吃饭时，桌边总会多2双筷子。晚上，他习惯坐在屋檐下，听着孩子在院子里玩耍，虽然听不见，但他能看见热闹。而现在，门是关着的，院子里也没了孩子奔跑的身影，厨房里不再飘出菲利斯塔用柴火做的饭香。他偶尔还会走到那棵树下，那是菲儿以前玩耍最多的地方。他站在那里，好像还在等着谁走出来，冲他招手。有人说，聋哑人很难表达情感，但那是不了解他们的人才会这样说。菲利斯塔的公公虽然听不到，也不会说话，但他用动作、用眼神、用一举一动，默默地表达着他的爱和思念。他曾在寒冷的冬天，把自己仅有的一件厚棉袄给菲儿披上。他在下雨天一大早撑伞去地里，为的是不让孙女脚踩泥水。现在，这些动作没有了对象，但习惯还在。他依旧早起，依旧扫院子，依旧会在饭桌前多放1双碗筷，哪怕没人在坐那把椅子。他可能每天都在想，菲利斯塔现在还好吗？菲儿是不是又长高了？他们在非洲吃得惯吗？豆豆还记得爷爷吗？他或许不会问出口，但这些问题一定在他心里无声地重复着。公公和菲利斯塔之间的亲情并不靠语言维系，他靠的是每一顿饭的陪伴，每一次相视的眼神，每一个背起孩子的身影。这种感情是一种深深的信任和依赖，不是因为血缘，不是因为习惯，而是因为他们在彼此的世界里曾真真实实地存在过。现在，虽然相隔千山万水，但这份亲情没有断裂。也许有一天，菲利斯塔会带着孩子再回来，也许他会通过视频让公公看看菲儿长大了的样子，也许公公会在某一个黄昏，坐在老房子前的凳子上，仿佛又听见那熟悉的脚步声。公公的世界是安静的，但爱是响亮的。他一定在想念菲利斯塔，也一定在牵挂那个曾天天依偎在他背上的菲儿。如果你曾被他们之间的亲情打动，请在评论区留下你对公公的祝福，或者说一句你想对他们说的话。你是否也有一位默默守候你、不善言辞却深爱你的亲人？我们下期再见。